你是否曾经试图想象1光年有多远？1光年就是光在1年时间内走过的距离，大约是9.46万亿公里。如果你开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行驶，你需要花大约1080万年才能走完1光年，而光只需要1秒钟就能绕地球跑7圈半。这就是宇宙的尺度。人类发明的所有距离单位，在宇宙面前都像是用尺子去测量大海深度。我们习惯的距离单位，在宇宙中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天文学家不得不创造全新的单位，比如天文单位和秒差距，来描述天体之间的距离。但是，即使有了这些新单位，宇宙的浩瀚依然让人类感到自己的渺小。理解宇宙有多大这件事，远比你想象的更重要。这不仅仅是一个满足好奇心的知识问题，而是关乎人类对自身定位的根本认知。当我们真正理解宇宙的尺度时，我们会获得一种独特的谦逊。这种谦逊不是自卑，而是一种清醒的认识。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剧场中，地球只是众多舞台中的一个，而人类文明只是这部宇宙史诗中刚刚翻开的一页。这种认知不会让我们感到绝望，反而会让我们更加珍视眼前的每一刻。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来自何处，又身处怎样的宏大叙事之中。让我们从最熟悉的地方开始，重新认识我们脚下的这颗星球。地球的直径约为12742公里，周长约40075公里。在地球表面，人类最快的飞机需要大约42小时才能环绕一周。这样的尺度对人类来说已经足够大了，毕竟从北京飞到纽约也需要10几个小时。但是，当我们将地球放在太阳系中比较时，这颗承载了80亿人口的星球突然变得微不足道起来。木星的大红斑，那个持续了数百年的大型风暴，可以容纳3个地球，而太阳则可以装下约130万个地球。想象一下，如果你把地球扔进太阳，就像把一颗小石子扔进大海，几乎不会激起任何涟漪。地球和月球的关系是理解宇宙尺度的第一个关键台阶。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它与地球的平均距离约为38.4万公里。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是请记住，在宇宙尺度上，这个距离近得不可思议。想象一下，如果地球是一个篮球，那么月球就是一个高尔夫球，而它们之间的平均距离只有大约7米。是的，宇宙就是这样，有时候它近得让你惊讶，有时候又远得让你绝望。光从地球到月球只需要1.3秒，以光速前进的话，人类在20世纪60年代就成功登上了月球。阿波罗11号从发射到登陆只用了3天多时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宇宙的尺度上，月球是近在咫尺的邻居，我们甚至已经拜访过它。但是，当你把这个距离与其他天体相比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人类至今没有再次登月。因为即使是这段近在咫尺的距离，也需要火箭以超过每秒11公里的速度飞行3天才能抵达。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内行星世界，水星、金星、火星，
这3颗行星与地球一起构成了太阳系的内行星带，它们被称为类地行星，因为它们的表面都是固态的岩石，而不像外行星那样是气体或冰冻的巨球。但是这些行星与地球的距离远超你从任何教科书图示中看到的。火星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行星，因为它被认为是人类未来可能的家园。火星距离地球最近时约为5500万公里，最远时则超过4亿公里。这个变化幅度是巨大的，因为它意味着从地球去火星的旅程，在不同的发射窗口期可能相差数倍的时间。当火星距离地球最近时，人类发射的探测器需要大约6个月就能抵达，而当两者处于相对位置的两端时，同样的旅程可能需要超过2年。这就是为什么 NASA 和其他航天机构必须等待特定的发射窗口，才能将探测器送往火星。水星和金星虽然距离我们更近，但实际上更难探索。水星因为太靠近太阳，探测器必须承受太阳的强烈辐射和高温，而金星则拥有浓密的大气层和超过400摄氏度的高温表面。人类发射的探测器甚至无法在金星表面存活超过几分钟。这些细节告诉我们，太阳系并不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而是一片充满危险和未知的荒野。我们生活的地球恰好处于一个被称为宜居带的位置，这里不太热也不太冷，恰好能让液态水存在。这是宇宙给人类的珍贵礼物，一个在亿万年演化中形成的适合生命生存的家园。穿过内行星的世界，我们来到太阳系的外层，那里是气体巨星的领地。木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它的直径约为14万公里，是地球直径的11倍多。木星的质量是所有其他行星质量总和的2倍多。如果你把太阳系中除了太阳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扔进木星，它还能装下剩余质量的2倍。木星拥有79颗已确认的卫星，其中最大的4颗木卫1、木卫2、木卫3和木卫4，是伽利略在1610年用自制望远镜发现的。木卫2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它的冰层下可能隐藏着巨大的液态水海洋，那里可能是太阳系中除地球外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地方之一。土星是太阳系中另一个让人惊叹的存在，它的标志性光环系统由数十亿块冰和岩石组成，直径可达28万公里，但厚度只有大约10米。想象一下，如果把土星的光环做成一张纸，它会比我们使用的打印纸还要薄。这些光环在望远镜中看起来壮观无比，但实际上它们只占土星系统质量的很小一部分。土星有超过140颗已确认的卫星，其中最大的土卫6是太阳系中唯一拥有浓密大气层的卫星。它的大气层比地球还要稠密，表面可能有液态甲烷湖泊和河流。NASA 的卡西尼号探测器在2017年之前对土星系统进行了长达13年的详细观测，传回了无数令人惊叹的照片和数据，最终在燃料耗尽时坠入土星大气，永远成为了这颗巨行星的一部分。太阳系的边界是一个经常被误解的概念，很多人认为太阳系就是太阳加8大行星，
但实际上的太阳系远比这广阔得多。太阳的引力统治着直径超过2光年的范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距离。如果把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一个天文单位约1.5亿公里，比作1厘米，那么太阳系的边界就在2公里之外。我们发明的最远探测器旅行者1号，从1977年发射至今，已经飞行了40多年，但它仍然在太阳的引力影响范围内。根据科学家的估算，旅行者1号至少还要再飞行3万年，才能真正离开太阳系，进入恒星际空间。这告诉我们什么？太阳系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轻易跨越的范围，而是一个需要数万年才能穿越的浩瀚领域。我们发射的探测器用人类最快的速度飞行，也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时间才能抵达最近的恒星。当我们离开太阳系，看向更远的恒星世界时，距离的尺度再次发生质的飞跃。比邻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它位于半人马座方向，距离我们约4.24光年。如果用比例模型来理解这个距离，如果太阳是一颗玻璃珠大小，那么地球就是距离它大约半米外的一粒尘埃。而比邻星这颗玻璃珠竟然在将近1万公里之外，这是怎样的一种空旷，把太阳缩小到玻璃珠大小，而最近的另一颗玻璃珠却远在地球的另一端。这就是银河系中恒星之间距离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尺度下，即使银河系拥有2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它们之间的距离依然如此遥远，以至于恒星几乎不可能发生碰撞。这就是为什么三体小说中的三体世界设定，三星系统中3颗恒星不规则的运动导致的恒纪元与乱纪元，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存在，因为恒星之间的距离太大了。银河系是我们太阳的家园，也是我们理解更大尺度宇宙的起点。从地球仰望夜空，我们看到的银河是一条横跨天际的模糊光带。伽利略在17世纪用望远镜对准银河，发现它实际上是由无数颗恒星组成的。今天我们知道，银河系是一个包含2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的棒旋星系，直径超过10万光年。从银河系的平面上方俯视，我们会看到它拥有多条壮观的悬臂和一个中心的棒状结构。我们的太阳位于一条名为猎户臂的小支臂上，距离银河系中心大约26000光年。这个位置在银河系中既不在中心，也不在边缘，而是一个相对安静的郊区位置。银河系中心是一个危险的地方，那里有数百万颗恒星密集分布，恒星的辐射和引力环境对生命极为不利，而我们的郊区位置恰好避开了这些危险，为地球上生命的演化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园。银河系中恒星的多样性令人惊叹，宇宙中的恒星从质量只有太阳8%的红矮星，到质量超过太阳200倍的蓝巨星，种类繁多的令人目眩。红矮星是最小的恒星，它们的表面温度较低，颜色发红，因为质量太小，核心的核聚变反应非常缓慢，因此寿命极长，可以达到数千亿年甚至更长。相比之下，蓝巨星是恒星中的巨无霸，
它们的质量是太阳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表面温度极高，颜色呈现明亮的蓝白色。但是这种巨大的恒星寿命极短，有些甚至只存在几百万年就会爆发成超新星，有些恒星孤独终老，有些则成双成对，甚至形成3星、4星系统。在银河系中，大约2/3的恒星都是双星系统或多星系统，只有大约1/3的恒星像太阳一样是单星。我们的太阳是一颗相对罕见的单星，这可能也是地球上生命能够稳定演化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另一颗恒星来干扰太阳系的动力学稳定性，当我们离开银河系看向更远的宇宙时，星系成为了新的基本单元。银河系周围环绕着数十个矮星系，它们像是银河帝国的臣属，其中最著名的是大麦哲伦云和小麦哲伦云，它们位于南半球，肉眼可见是南半球天空中最壮观的深空天体之一。这些小星系距离我们约16万到20万光年，正在被银河系的引力慢慢撕裂和吞噬。它们长长的尾巴朝西尾，记录着这场宇宙级的蚕食过程。天文学家估计，银河系在过去几十亿年里已经吞噬了多个这样的矮星系，每一次吞噬都会在银河系的晕中留下痕迹，就像考古学家通过化石了解生物的演化历史一样。距离银河系约254万光年的仙女座星系，是我们本星系群中最大的成员，也是肉眼可见的最远天体之一。用肉眼观察，仙女座星系只是一个模糊的光斑，但通过望远镜或长时间曝光摄影，你会看到它是一个拥有约1万亿颗恒星的巨大漩涡星系，大小约为银河系的2倍。但是这个巨大的星系正在以每秒约120公里的速度向我们奔来。有些科普文章会说，这是一场即将发生的碰撞，但事实上，这场宇宙级的相遇将在约40亿年后才开始。当碰撞真正发生时，由于星系内恒星之间的距离非常大，星系中的恒星几乎不会直接碰撞，它们会在引力作用下相互作用，交换位置。整个碰撞和合并过程可能需要数十亿年才能完成。我们的后代将看到一个逐渐变大的仙女座横跨夜空，直到最终2个星系合并成一个巨大的椭圆星系。宇宙中的星系形态各异，从漩涡星系、椭圆星系到不规则星系，无比丰富多彩。漩涡星系如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拥有从中心向外延伸的悬臂，那里是恒星形成的活跃区域。椭圆星系则看起来像是一个光滑的椭圆形光斑，几乎没有悬臂结构，它们通常是由多个星系碰撞合并后形成的。棒旋星系是漩涡星系的一个子类，它们的中心有一个棒状结构，悬臂从棒的2端延伸出去。银河系被认为是一个棒旋星系，而我们所在的本星系群中就有2个最大的成员，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都是棒旋星系。不规则星系则是那些没有明显对称结构的星系，它们通常较小，形状不规则，可能是由于引力相互作用而被扭曲了原本的形态。
星系的大小差异悬殊，从只有几百万颗恒星的矮星系，到拥有上万亿颗恒星的巨型椭圆星系。后者中的一个星系就能包含数千个银河系。已知的最大椭圆星系是位于室女座方向的 M87星系，它的质量约为太阳的13000亿倍，直径超过50万光年。M87的中心有一个质量约为太阳65亿倍的超大质量黑洞，这就是人类第一张黑洞照片中拍摄的那个黑洞。黑洞的存在是宇宙中最极端的引力环境，在它的附近，连光都无法逃脱。相比之下，银河系只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星系，而我们太阳所在的银河系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棒旋星系。这种普通既是平凡的，也是一种幸运，因为这意味着银河系拥有稳定的动力学环境，为生命的演化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星系在宇宙中并非随机散落，而是形成了复杂的网络结构。这种结构是由宇宙大爆炸后物质的微小不均匀性造成的。在一些区域，物质稍微多一点，引力就稍微强一点，吸引更多的物质过来，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网络。超星系团是宇宙中最大的结构单元之一。我们所在的本超星系团包含约100个星系团，跨度超过1亿光年。超星系团之间是由星系组成的丝状结构，而超星系团之间的区域则是巨大的空洞，那里几乎空无一物，星系密度极低，有些空洞的直径可达数亿光年。如果把一个空洞比作一个房间，那么在这个房间里可能只有几粒灰尘，这就是星系之间那令人窒息的空旷。可观测宇宙是我们视野的边界，461亿光年，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远距离。当我们用望远镜对准宇宙深处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回顾过去。我们看到的461亿光年外的天体，是它们461亿年前的样子，因为它们发出的光花了461亿年才到达我们的眼睛。这并不意味着宇宙只有461亿光年大，而是因为宇宙的年龄只有138亿年，光在有限时间内只能传播这么远。在可观测宇宙中，存在着约2万亿个星系，每个星系平均有约1000亿颗恒星。这意味着可观测宇宙中的恒星总数约为2000亿颗，一个让人类大脑无法真正理解的天文数字。更让人感到渺小的是，这些恒星周围可能存在着难以计数的行星，其中许多可能与地球类似。在如此庞大的数字面前，地球的特殊性显得更加珍贵，也更加渺小。宇宙地平线的概念类似于站在海面上望去的海平线。我们知道，地平线之外还有海洋，宇宙地平线之外也还有宇宙。但是与海平线不同的是，我们无法到达宇宙地平线的另一边，因为宇宙地平线是由光速和宇宙年龄共同决定的，它随着宇宙年龄的增加而向外扩展。这意味着我们永远看不到宇宙地平线之外的任何信息，因为那里发出的光还没有足够时间到达我们这里。但这并不意味着那里空无一物，那里可能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星系、恒星、行星，只是它们的光
还没有来得及到达我们这里。这是一种令人谦卑的认知。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宇宙的全部范围，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如果宇宙是有限的，它的实际大小可能远超可观测宇宙，甚至可能是无限的。有些理论认为，整个宇宙比可观测宇宙大至少1023倍。想象一下，如果可观测宇宙是一个篮球那么大，那么整个宇宙可能比可观测宇宙大1023倍。这个数字有多大？如果你把1023颗氢原子排成一列，它的长度才能达到可见宇宙的尺度。宇宙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是现代宇宙学最深奥的问题之一。有些宇宙学家认为，宇宙是无限大的，在任何方向上无限延伸；有些则认为，宇宙是有限但无界的，就像一个3维的球面，你可以永远走下去，但永远不会到达边界。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让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有了更深的敬畏。理解宇宙的尺度，还意味着理解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那些太阳系图示的欺骗性。我们从小看到的太阳系图片总是把8大行星排列在一侧，太阳在另一侧，看起来就像一个有序的大家庭。但是，如果用真正的比例来绘制太阳系，假设地球直径1厘米，太阳将在118米之外，而地球则需要再缩小到只有0.1毫米。在这样的比例下，水星、金星、火星都在太阳的几十米之外，而木星则在600米之外，土星则在1公里之外。真实的太阳系空间是如此空旷，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常规的方式来绘制它。教科书上的那些图示，为了展示行星的形态和颜色，完全牺牲了比例的真实性。我们习惯了那些图示，会误以为太阳系是一个紧凑的结构，但实际上，它的真实规模远超我们的想象。夜空中肉眼可见的星星也常常被误解。我们看到的星星大部分比太阳亮数千倍，只是因为距离我们实在太远才显得暗淡。夜空中最亮的恒星天狼星，距离我们只有8.6光年，它的实际亮度是太阳的25倍。但即使如此，它在夜空中看起来也只是一颗普通的星星。天空中最亮的25颗恒星，如果放在太阳的位置，它们的亮度足以在白天也能看到。参宿4是一颗红超巨星，它如果放在太阳的位置，它的表面将延伸到木星轨道之外。而夜空中那些看起来模糊的星云和星系，实际上是由数十亿颗恒星组成的巨大结构，只是距离我们太远太远。仙女座星系是我们用肉眼能看到的最远天体之一，但它在夜空中只是一个小小的光斑，需要仔细观察才能分辨出来。那些绚丽的星系照片往往经过长时间曝光和色彩增强处理，真实星系的亮度要低得多。哈勃望远镜和大型天文台拍摄的深空照片展示了令人惊叹的宇宙之美，但这些照片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曝光时间，并且经过复杂的色彩处理才能呈现出来。真实情况下，用肉眼或普通望远镜观察星系，你看到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光斑，几乎看不出任何结构。
星系盘面中的尘埃和气体会遮挡星光，使得照片与实际外观有显著差异。那些我们看到的壮观的星系碰撞照片，实际上是发生在数亿年前的宇宙事件。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们演化历史中的一个瞬间切片。宇宙年龄与尺寸的关系看起来矛盾，实际上完全合理。宇宙有138亿年的历史，但可观测宇宙的半径却有461亿光年，这怎么可能？如果光每年只能走1光年，那么138亿年应该只能产生138亿光年的范围。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因素，宇宙的空间本身在膨胀。在宇宙的早期，空间的膨胀速度比光速还快，这意味着原本可能只有几百万光年距离的区域，在宇宙膨胀后被拉伸到了数十亿光年之外。当我们观察遥远星系的光时，我们看到的不是它们现在的位置，而是它们很久以前的位置。那时候宇宙还小得多。这不是悖论，而是时空本质的直接体现。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在不断膨胀的4维时空结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3维空间容器。宇宙的组成更是让人类感到自己的渺小。我们能看到的物质、恒星、行星、气体、尘埃，只占宇宙总质能的大约5%，暗物质约占27%，而暗能量则占据了惊人的68%。暗物质是一种不发光、不吸收也不辐射光的物质，但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引力效应来感知它的存在。星系旋转曲线的观测表明，如果只有可见物质，星系边缘的恒星应该会被甩出去，除非有大量不可见的物质提供额外的引力。暗物质就是这种看不见的脚手架，没有它，星系根本无法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结构也不可能存在。暗能量则更加神秘，它是一种充斥在整个宇宙空间中的能量形式，导致宇宙的膨胀正在加速。如果没有暗能量，宇宙的膨胀应该会由于引力的作用而减速，但观测表明，宇宙的膨胀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在加速。暗能量的本质是当代物理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可观测宇宙的尽头是一个经常被误解的概念。当我们望向宇宙深处，我们实际上是在望向过去。在461亿光年之外，我们看到的将是大爆炸后约38万年时的宇宙。那个时期的宇宙温度极高，充满了等离子体，光无法自由传播。这个时期的宇宙就像是一片浑浊的浓汤，光在其中不断被散射，无法直线传播。大约38万年后，宇宙冷却到足够低的温度，质子和电子结合成中性原子，光终于可以自由传播。这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来源，它不是宇宙的尽头，而是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光。1965年，美国物理学家彭齐亚斯和威尔逊意外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一发现为大爆炸理论提供了关键证据，他们因此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天，普朗克卫星的精确测量让我们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分布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这些数据让我们能够以极高的精度测定宇宙的各种参数。
丈量宇宙的方法是人类智慧的另一项伟大成就。三角视差法是最古老的距离测量技术，它利用地球围绕太阳的轨道直径作为基线，测量附近恒星相对于更遥远背景星空的微小移动。原理很简单，当你伸出拇指，用左眼和右眼分别观看时，拇指的位置似乎在移动。根据这个角度和你两眼之间的距离，你可以计算出拇指的距离。天文学家将这种方法应用到宇宙尺度上。地球在围绕太阳的轨道上运行时，我们从轨道的两端观察同一颗近邻恒星，它相对于更远的背景星空的位置会有微小的移动。根据这个角度和地球轨道的直径，天文学家可以计算出这颗恒星的距离。这种方法简单却有效，但它只能测量银河系内大约几千光年范围内的恒星。超出这个范围，角度移动就太小，而无法用当时的仪器测量。造父变星是宇宙中的里程标记，他们的发现让人类能够测量更远的距离。造父变星是一种亮度会周期性变化的恒星，它们的亮度变化周期与实际亮度有精确的对应关系。1908年，美国女天文学家勒维特在研究小麦哲伦云中的造父变星时发现，造父变星的亮度变化周期越长，它的实际亮度就越大。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发现。如果我们能测量一颗造父变星的亮度变化周期，我们就能知道它的实际亮度，然后通过比较实际亮度和视亮度，我们就能计算出它的距离。这种标准烛光的方法让天文学家能够测量银河系之外数千万光年的星系距离。1924年，哈勃用造父变星测量了仙女座星系的距离，发现它远在银河系之外，证明了银河系并不是宇宙的全部。造父变星的发现是人类认识到宇宙浩瀚无垠的关键一步。1A 型超新星是宇宙中的信号弹，它们让人类能够测量最遥远的宇宙距离。当一颗白矮星从伴星那里吸集了足够多的物质，达到临界质量时，它会发生灾难性的热核爆炸，释放出几乎相同的光度。无论这颗白矮星在哪里，距离我们有多远，它的宿主星系是什么类型，它爆炸时的亮度都是一样的。这使得 IA 型超新星成为宇宙中最好的标准烛光，能够照亮数十亿光年外的距离。1998年，两个天文观测团队高 Z 超新星搜索队和超新星宇宙学计划同时发现了惊人的事实：宇宙的膨胀正在加速。这一发现让他们在2011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宇宙加速膨胀的发现意味着宇宙中存在着一种未知的能量，后来被称为暗能量，正在推动宇宙的膨胀。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命运的理解。我们曾经以为宇宙的膨胀会由于引力而减速，现在我们知道它正在加速。未来宇宙可能会变得更加寒冷，更加孤独。哈勃定律是宇宙膨胀的基石证据。1929年，天文学家哈勃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几乎所有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且距离越远，退行速度越快。
这意味着我们的宇宙正在膨胀，而且膨胀是均匀的。无论你在哪里观察，膨胀的模式都是一样的。哈勃常数描述了宇宙膨胀的速率，但它的精确数值至今仍在不断修正中。哈勃常数的不确定性从20世纪中期的2倍多缩小到现在的只有约1%，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科学进步。今天，科学家使用2种独立的方法来测量哈勃常数，一种是测量近处天体的距离和速度，另一种是分析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数据。但这2种方法给出了略微不同的结果，这个差异被称为哈勃张力。它可能暗示着我们对宇宙的理解还有不完善的地方。红移是宇宙历史的光学印记，它记录着宇宙138亿年演化的每一个阶段。当光源远离我们时，光的波长会被拉长，颜色偏红，这就是红移。通过分析遥远星系的红移，天文学家不仅能知道它们远离我们的速度，还能计算出它们的距离和宇宙的膨胀历史。红移就像宇宙的时间戳，帮助我们阅读宇宙的编年史。一个红移为1的星系，我们看到的是它大约78亿年前的样子；红移为2，意味着我们看到的是大约103亿年前的样子；红移为10，意味着我们看到的是宇宙只有大约5亿岁时的样子。那是宇宙的黑暗时期刚刚结束，第一批恒星刚刚点亮宇宙的时候。通过红移，天文学家可以追溯宇宙的演化历史，从大爆炸到今天。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大爆炸理论的最有力证据，也是宇宙最古老的光。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宇宙大爆炸后约38万年时留下的余晖，充满了整个宇宙空间。它的温度分布图揭示了宇宙的成分、几何形状和演化轨迹。大约138亿年前，宇宙的温度高达数千摄氏度，光在等离子体中不断被散射。大约38万年后，宇宙冷却到大约3000摄氏度，质子和电子结合成中性原子，光终于可以自由传播。这些光从那一刻起就在宇宙中穿行，随着宇宙的膨胀，它们的波长被拉长，温度从3000K 降低到2.7K， 这就是我们今天观测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1965年，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什么。5年后，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小组提出了大爆炸理论的预测，他们才发现，这正是宇宙最古老的光。此后，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精确测量，成为了现代宇宙学的支柱，让人类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了解宇宙的各种参数。大爆炸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爆炸，这个名称容易让人误解为一个发生在空间中某点的爆炸事件，就像烟花或炸弹一样。但实际上，大爆炸是空间本身及其内容物的急剧膨胀。在大爆炸的瞬间，时空、物质、能量同时出现，所有的物理定律也由此开始。大爆炸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切的起点。时间、空间、物质、能量，以及我们目前所知的物理定律，都从那一刻开始存在。在大爆炸之前，没有之前，因为之前的概念需要时间的存在，
而时间本身也是大爆炸的产物。这就是大爆炸理论的反直觉之处。我们不能问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因为大爆炸之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宇宙从一个无法用现有语言描述的状态演化而来，这个状态可能涉及量子、引力等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物理学。暴涨理论是大爆炸模型的重要补充，它解释了宇宙为什么如此均匀。在大爆炸后的极短时间内，宇宙经历了指数级的暴涨。在小于1秒的时间里，宇宙的尺寸膨胀了至少10·26倍，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速度。如果把一个原子核大小的区域暴涨到今天可观测宇宙的大小，它会在一瞬间超过你用米尺能够测量的范围。暴涨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在各个方向上几乎完全相同。宇宙在暴涨前可能是一个有因果联系的区域，所以温度能够达到均匀。暴涨还产生了宇宙中所有结构的种子，量子涨落被放大成了宏观的结构，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星系和星系团。暴涨虽然只是宇宙历史上一个极短的阶段，但它对我们的宇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没有暴涨，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结构可能根本不存在。宇宙的黑暗时期是宇宙演化史上一个独特而神秘的阶段。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形成之后，宇宙进入了一段没有恒星发光的黑暗时期。这段时期持续了大约1亿年，宇宙主要由氢和氦组成，温度逐渐降低。在这段时间里，宇宙中没有星光，只有宇宙背景辐射的微弱余晖在黑暗中穿行。宇宙学家称这段时间为黑暗时代，这是宇宙演化史上最漫长的一段时期之一。第一批恒星的出现终结了这段黑暗时期，开启了宇宙照亮的时代。这些第一批恒星的质量巨大，寿命短暂，它们在燃烧时产生了宇宙中的第一批重元素。当它们死亡时，创造了更重的元素，并通过超新星爆发散播到宇宙中。这些恒星也是载电离的主要驱动力，使宇宙中弥漫的氢气重新带上了电荷。从黑暗时代到宇宙照亮时代的转变，是宇宙演化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太阳系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起源，它形成于约46亿年前的一块巨大分子云坍缩过程中。在太阳系形成之前，宇宙已经存在了约92亿年。那时候，一块巨大的气体和尘埃云开始坍缩，可能是由于附近超新星爆发的冲击波触发了引力不稳定性。当这团分子云坍缩时，它旋转得越来越快，形成了一个扁平的盘状结构——圆形星盘。太阳形成于中心，而剩余的气体和尘埃在盘中逐渐凝聚成越来越大的团块，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行星。地球只是太阳系中的一颗普通行星，在形成的早期经历了剧烈的天体撞击时期。月球上的大量撞击坑记录了那个时期太阳系的混乱状态，而地球由于地质活动的存在，早期的撞击痕迹大多已经被抹去。但是月球作为地球的卫星，像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保存了太阳系早期历史的珍贵证据。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并非偶然，
而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结果。地球恰好位于太阳的宜居带内，这里不太热也不太冷，恰好能让液态水存在。液态水是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所以地球被科学家称为刚刚好的星球。离太阳再近一点，海洋会蒸发；离太阳再远一点，海洋会冻结。但是宜居带并不是生命的唯一条件，地球还拥有合适的质量来保持大气层，拥有磁场来保护生命，免受太阳风的侵害，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轨道和自转倾角来产生季节变化。这些条件结合在一起，使得地球成为目前已知的唯一一颗拥有生命的星球。但是，这样的条件在银河系中可能有数十亿颗行星同样具备。NASA 的开普勒望远镜和泰斯望远镜已经发现了数千颗系外行星，其中许多位于宜居带内，只是我们还没有确认它们是否真的拥有适宜生命存在的环境。宇宙的未来是一个令人着迷但也令人谦卑的话题。根据现有的观测和理论模型，宇宙将继续加速膨胀，星系将逐渐从彼此视野中消失。大约在1000亿年后，除了我们自己的星系群，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及其周围的矮星系，其他所有星系都将退到可观测范围之外。那时候的智慧生命如果还存在，他们仰望夜空时将看不到任何其他星系，只能看到自己所在星系的恒星。那时候的观测者如果研究宇宙，将无法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也无法发现宇宙膨胀的证据。他们将认为自己的星系是宇宙中唯一的存在，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预测。如果人类的后代在那个时期存在，他们将失去对宇宙真实面貌的认知，这让我们更加珍视今天能够了解宇宙真相的机会。暗能量的性质将决定宇宙的终极命运。如果暗能量继续增强，宇宙可能走向大撕裂。在遥远的未来，暗能量的密度会不断增加，最终连原子都被撕裂，所有的物质和能量都被撕成碎片。如果暗能量减弱，宇宙可能重新坍缩，回到一个高温高密度的状态，甚至可能引发另一次大爆炸。如果暗能量保持稳定，宇宙将走向大冻结，所有的恒星最终会燃尽自己的燃料，宇宙会变得寒冷、黑暗、虚无。这些结局中的任何一个都发生在极其遥远的未来，远远超出人类文明可能存在的任何时间尺度。但是，这些预测本身让我们对宇宙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生活的宇宙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在不断演化的。我们的存在只是宇宙演化史上的一个短暂瞬间。1990年，旅行者1号在距离地球64亿公里的地方回望地球，拍摄了著名的暗淡蓝点照片。地球在这张照片中只占0.12个像素，显得如此渺小和孤独。这张照片由卡尔萨根建议拍摄，他后来写道：看看那个光点，那就是这里，那就是家，那就是我们。在这张照片拍摄时，地球正对着太阳。旅行者1号的镜头捕捉到了一个悬浮在阳光中的微小光点。在浩瀚的宇宙空间中，我们唯一的家园就是这样一个几乎看不见的蓝色光点。
萨根的这番话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在宇宙中位置的理解。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宇宙中一个微小角落的短暂访客。这种认知不是虚无主义的，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定位。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既渺小又珍贵，因为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宇宙演化史上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奇迹。虽然地球在宇宙中微不足道，但它是目前已知唯一拥有生命的星球。生命的出现、意识的演化、文明的诞生，这些在宇宙尺度上几乎不可能的事件，却在地球上真实发生了。在138亿年的宇宙历史中，生命花了大约40亿年，才从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演化出智慧文明。这需要无数的条件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合适的恒星质量，合适的行星位置，合适的化学成分，合适的能量来源，合适的稳定性。任何一个条件的偏差，都可能导致生命的诞生失败。这种稀有地球的观点，让我们对地球上的一切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的蓝天白云，我们的山川河流，我们的生命和文明，都是宇宙中极为罕见的珍贵现象。渺小并不等于无足轻重，恰恰相反，正因为地球如此渺小，它上面能够诞生生命和文明，才显得更加珍贵。人类从未停止对宇宙中其他生命的搜寻。CTI 计划，地外文明搜索计划，从1960年代开始，监听来自宇宙深处的可能信号。射电望远镜被指向天空，试图捕捉任何可能来自外星文明的异常无线电波。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确切的发现，但 SETI 计划代表了一种可能性。我们不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系外行星搜索是另一个激动人心的领域。开普勒望远镜在2009年到2018年间，发现了超过2600颗确认的系外行星，其中包括许多位于宜居带内的超级地球。泰斯望远镜继承了开普勒的使命，继续搜索附近的恒星，以寻找可能适宜生命存在的行星。我们已经在银河系中发现了数千颗行星，其中许多位于宜居带内。这些发现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银河系中可能存在着数十亿颗类似地球的行星。发现地外生命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也可能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费米悖论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既然银河系中有这么多恒星和行星，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外星文明的迹象？1950年，物理学家费米在午餐讨论时随口问出了这个问题。如果高等文明在银河系中普遍存在，他们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殖民整个星系。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关于费米悖论的解释有很多。也许高等文明都会自我毁灭，也许他们都选择不与外界联系，也许他们存在于我们无法探测的某种形式中，也许我们真的是宇宙中第一批智慧文明。德雷克方程试图量化银河系中可能存在的高等文明数量，但方程中的大多数参数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些思考让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人类在宇宙中可能的位置。我们是孤独的吗？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
但它激发了人类对宇宙的无限好奇和探索热情。从古代的天圆地方到现代的宇宙观，人类对宇宙的认知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千年前，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月亮和星星都围绕着地球转动。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发展出了复杂的地心说体系，主导了人类思想近2000年。1543年，哥白尼发表了《天体运行论》，提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虽然这后来被证明也不正确，但它开启了科学革命的序幕。此后，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科学家逐步揭示了宇宙的真实面貌。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带来新的发现，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也让我们更加珍视这个唯一的家园。哈勃望远镜让我们看到了100亿光年外的星系，詹姆斯·韦伯望远镜让我们能够观测宇宙最早期的星系。这些观测不断刷新着我们对宇宙的认知，也不断提醒着我们，宇宙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浩瀚和神秘。我们已经能够观测到数百亿光年外的宇宙，探测到引力波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但这些成就只是开始。每一次对宇宙的新认识都带来更多的新问题，驱动着人类继续探索的步伐。宇宙有多大？我们能够理解多少？这些问题将伴随人类文明永远存在。科学不是一条通往终极答案的直线，而是一段不断发现新问题的旅程。每一个答案都会带来新的问题，每一个真相都会揭示更深层的奥秘。这就是科学的魅力所在，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远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这种认知不会让我们感到绝望，而是让我们更加好奇，更加渴望去探索，去理解，去发现。到现在，也许你会感到自己更加渺小了。是的，你和我在浩瀚的宇宙中确实微不足道，但也许你也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这种平静来自于认知的提升。当你真正理解了宇宙的尺度，你就会放下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困扰你的焦虑和执念，那些让你夜不能寐的烦恼，在宇宙尺度上根本不值一提。你的喜怒哀乐，你的人生起伏，你所在意的一切，在宇宙138亿年的历史中，只是一粒尘埃中的尘埃。这种认知不是虚无主义的，恰恰相反，它让我们更加珍视眼前的一切。地球是已知宇宙中唯一拥有生命的家园，而你此刻正生活在这个家园中，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感受着这里的阳光。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也许你会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夜空。当你再次抬头仰望那片缀满星光的夜空时，你会知道，那些光芒来自遥远的恒星，有些已经死亡了千万年。那些星系的光来自数十亿年前，那时候地球上还没有人类。那些星星之间的空旷远比我们能够想象的更加荒凉，但也正是这种空旷，让我们意识到地球的珍贵。每一个光点都是数十亿颗恒星中的一部分，每一颗恒星都可能有自己的行星，这些行星上可能正在发生着我们无法想象的故事。
宇宙的尺度让我们谦逊，但宇宙的无限可能性让我们充满希望。在这个宇宙剧场中，我们既是观众，也是演员。138亿年的演化历史，最终在地球上产生了我们这样的智慧生命，让我们能够思考宇宙的奥秘，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这种能力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宇宙用它138亿年的时间，孕育出了能够理解宇宙的生命，这是一种怎样的巧合？也许这就是宇宙存在的意义之一。它需要智慧生命来认识它自己。当我们仰望星空时，我们不仅是在观察宇宙，也是在宇宙中观察自己。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方式，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希望今天的深空之旅能让你带着一份平静入睡。晚安。